来到了河北山西交界的暖泉古镇，有点迷糊，到底是在山西还是在河北？然后禹县还有这个来源吧，清朝以前应该是算山西的，后来就慢慢变河北了。禹县虽然现在是在河北省的管辖范围内，但实际上因为禹县是在太行山的西侧，所以它的生活习惯、饮食、风俗、语言都是和山西更相似。有禹县的概念是在唐朝，但很快在北宋的时候划归到了这个辽国，南宋的时候也是归了金和元。真正回到中原王朝版图应该是在明朝，当时也是属于山西的大同府，包括在清朝的前期，禹县也是属于大同府的，但是在康雍时期，禹县改归为宣化府，宣化府后来是变成了张家口底下的一个县，所以逐渐的在民国，包括现在，禹县是属于河北省，但整体的风俗习惯确实还是和山西更相似。你看这风格，它就跟那个大同啊、什么平遥那些很像，也是这种小民居的感觉。离吃饭还有点时间，我准备先逛一下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犄角旮旯看看。这生活气息挺浓的，本来就是个村子，然后整体开发包装成一个古镇嘛。所以民居都还挺生活化的，哟，这都有年头了。就是还有一点呢，暖泉古镇，它实际上是在那个张家口禹县和就是紧挨着山西的交界，山西那边应该是大同的广陵县吧，好像是这个，我再确认一下。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山西的风格。刚看见这个泥土泥坯的，也是年久失修，就是很干燥的泥土。就看到这种呢，就是会想到山西、陕西。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暖泉古镇呢，它实际上是元代左右开始建，然后这死胡同没法走。然后它是元代建，然后里面是一个小，就是那个汉字是那个堡，城堡的堡，但本地应该是读卜比较多，北京读铺。它这个各种卜吧，实际上就是小村子的集合，是这么一个概念，几个比较密集的小卜子聚在一起，就是个古镇。元代开始建，明清比较繁盛吧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叫暖泉古镇？就是因为它这边是有温泉的，所以这块儿，也不是说完全那么干，还是有一些这种，自然资源、水、温泉，本地的剪纸也是特色的。孩子们要是家里面有高考、中考的孩子们买这个，这几天这个卖的挺火的，金宝提名，逢考必过，这是个精品的。您是读禹县是吧？本地读禹县，就是禹县这块传出来的。别的地方它是发源地。好，谢谢。买了2个剪纸，一个是打铁花的，一个是甜豆的生肖小兔子，所以就再往前走一走。有人说这边不大，这种看着都挺有特色的，也是关帝庙。山西这边比较认关帝庙，因为关羽本来也是山西运城嘛。所以这种东西吧，你怎么评价呢？我觉得，不修缮，其实留下它原始的风格也挺好。毕竟这是古镇嘛，我觉得古镇还是得有点这个老旧的东西。虽然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有这个修旧如旧的一个状态，但这个不容易。倒不如说让它，对吧，保留一下比较原生态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就山西这种宅子比较小巧，下午就是越野嘛，这种
向上攀爬的那种石头路，所以现在下来走在地上，脚踏实地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这种都是没有修缮的，是吧？本地的人民感觉都很友善，笑眯眯的。就是，我一看见这个河北的牌子呢，就多少有点违和，因为我现在潜意识里我就觉得这块应该是山西的。拍一个这照片，我北京过来的啊，北京过来，对，北京过来，小狗狗，跟着我。所以走在这种路上看呢，旁边都还是挺新的建筑。想看老一点的，老宅子，要从这种小巷里往里走一走。哇，这是小燕子，是燕子吧？尾巴像剪刀，好久没看见燕子了。很小的路也弄成双向的，所以就很容易堵车。这一点确实是古镇的一个不太好克服的问题。这应该是本地的一个还不错的餐馆，感觉也挺老字号似的。禹县因为地处太行8型之一飞狐型的腹道上，具有很强的山西特色。而暖泉古镇因为紧挨着山西省，更是将这种历史的印记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明天我们也要深入飞狐型的腹段，去感受一下沟壑纵横起伏的太行山脉。